大家好，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刘涛。我跟我的女朋友认识了10年多，这在一起1年了。但是当一个小女孩跟我说刘涛是她男朋友的时候，让我很吃惊，很气愤。说我是她男朋友，她就相信。我觉得我们俩在一块儿了1年，等于没在一起。她连记不记得这一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。粉丝多了去了，为什么只有那一个小女孩才说她是她的男朋友？我的女粉丝像这样的小孩太多了，我要跟她去一一解释不过来，因为这个事儿她得跟我吵，跟我闹。我现在很气愤，不明白，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不爱我，才忘了心疼我，我错在多眼。你跟女粉丝暧昧不清，请给我一个解释。范老师，有你的女粉丝说你是她的男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暧昧，它可以是单方面的，但是你要是双方面的，它就不对了。崇拜你的女性可以暗地里喜欢你，但是你要跟她互动就出问题了。那肯定出问题，是吗？你要对她也暧昧，那就是问题。好，那一会儿我们就问问这小伙子，到底有没有互动呢？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刘涛31岁，来自北京，是一位相声演员。张潇28岁，来自北京，是一位文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说相声，对，相声演员，在哪儿说？北京嘻哈包铺。啊，捧啊还是逗啊？有时候逗，有时候捧。啊，说你现在1年要333天在外面跑演出是吧？差不多。没时间陪他。一般的演出就是晚上走，早上才能回来，有的时候1天回不来的有2、3天。这个和女粉丝暧昧不清是怎么回事？前几天我们去吃饭嘛，然后几个朋友一块儿，然后有个女孩就拿张照片，就说我和刘涛就是在交朋友，然后回家就问他嘛，我刘涛，我有人说了自称你的女朋友，他说谁呀？当我把这照片给他看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说嗨，这一小粉丝，但是你觉得我可能认为这是一粉丝吗？你说这个事儿就没有意思了。那天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很多人跟我照相是正常的，他有我的照片也很正常。我也跟你说过了，他只是一个喜欢听相声的一个小孩。是经常有这样的吗？因为有时老在就是微博上互相玩嘛，但是看见过肯定有。好吧，我先不问了，我先让小刘坐下来好不好？你坐会儿吧，请坐。专业运动员出身是吧？对，专业运动员。说腿不好，腰受伤了，腰摔折了，脊椎骨压缩性的骨折，完了是打了激素了，变成这样了。完了现在导致的就是腿站不了多长时间，而且血管坏死。所以我们让您坐下来了。对。你现在是想跟他结婚是吧？对。你不同意？其实说白了也不是说不同意，就是因为我对这个婚姻吧，可能感觉就是心里老有一种阴影。有什么阴影？因为我父母也是在我挺小的时候离婚了，那会儿他们离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，我还在参加比赛呢。因为你父母离异，所以你害怕结婚是吧？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交过一个女朋友，然后她就是跟我一起，就比如说我出去演出什么的，就是认识了别的人，就是可能是挣钱比较多的，完了跟人家跑了，也是因为这个也挺恐惧这个婚姻的。你们俩交往是2年多是吧？1年多。1年多。对。认识10年。对，认识12年。12年。这同学吗？不是，我的朋友跟他们认识，然后他们一起去玩，然后那会儿我从体校有的时候有2天休息，然后回来跟他们去，然后一块认识的。那等于说12年的话，你19岁，他16岁的时候，你们俩就认识了。怎么就认识了这么多年，这1年多才走在一起的呢？认识虽然说10多年，但是有一段时间，将近10年吧，然后没有联系，就失去了联系。然后突然偶尔有一天在 QQ 上，我看见上线了，然后我给他留了一句言，我说在呢，我说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然后他说记得，然后就又聊了2句。谁提出来说我们变成男女朋友吧？
他给我发过一信息，就是端午节的时候，应该是，然后可能就是开玩笑的信息，就说祝咱妈那个端午节快乐。然后那会儿我没他的电话嘛，我问他，我说你是谁呀？他说那个我是刘涛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从那以后就开始留电话，然后最后就说见面吧，然后见完以后就都感觉跟10多年前没什么变化。然后因为我们10年前那会儿就聊得挺好的，到最后就说既然你也没结婚，我也没结婚，那就在一起呗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下定决心要嫁给刘涛的？在一起以后没多长时间。是着急结婚，还是觉得咱们刘涛小伙子人好？不是，因为我这个腿不是经常有后遗症嘛，完了那个就是经常疼，一疼呢就是基本的就是走不了路，站不了地，而且话也说不出来的那种的。然后他就是跟我说那个留下来照顾你吧，我说我不用，我说不用，我没事，我还能扛得住。他就想说等我的事业先成功以后再提就是家庭的事儿，但是我觉得这2个观点应该不冲突，有家的人照样能有一番事业。我母亲3年以前去世了，因为我母亲在去世之前留的遗嘱里边就是说，孩子你就是这个行业里的人，不管有多难，不管有多困难，你咬着牙也得坚持。所以我现在一直都是这样。您看我这腿站不住，我平时演出的时候就是在那站着，甭管说是怎么折腾也好什么的，都是有的时候疼我也忍着，我也去干，我也去做。那你觉得什么时候是成功了？我有能力胜任丈夫这2个字的时候，第一，我能撑得起我的家庭；第二，我能孝顺的老父母。很俗套的那种吧，就是想多挣点钱。因为他父亲下岗了，母亲也下岗了，而且家里没有保险，然后就他一个孩子。我觉得就是说，他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，我应该像对待我的父母一样对待他的父母。有什么事我应该能及时冲上去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冲突的。我的父母可以一起照顾，但是跟你的事业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认为他不娶你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是因为粉丝的问题。那你们俩现在交往，他有女朋友，粉丝们都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的圈子不一样，不会接触到，就是我不会进入到他的领域。圈子里也就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知道。你也知道，说相声演员嘴都损，都缺德，反正也不给自己留后路。完了就是。你要说来，今天我找一女朋友，或者我带着她去来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上来，哎呦哪个？那不回家不更打了吗？那我觉得反正挺不好的，最起码你应该敢承认我是谁。我不想当在一幕后，我不想天天见着一堆的是一堆脏衣服，而不是你这个人。等我看见你的人时，突然一个小女孩给我发一张你们俩的合影，那你觉得我能心里好受吗？咱们俩一张合影都没有，但是你跟别人的合影可有。他跟我认识，跟我合张影很正常吧？对他来说很正常，但是对我呢？咱们俩在一块儿认识10年了，这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？那你把他娶回家不就好了吗？我把他娶回家也是一样，他要是说不信任、不理解，还是一样。如果说咱们俩结婚了，你觉得那粉丝他还有可能拿你开玩笑吗？照样开，有什么呢？我觉得好像这是2个问题。我这么问吧，是因为他不跟你结婚，你才有了不安全感吗？还是说因为先有了不安全感，所以要跟他结婚？第一种吧，应该是。是因为他不跟你结婚，所以你没有安全感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其实是2个逻辑哦，是因为人家2次跟你提出来说想嫁给你，你说现在不是时机，所以人家才没有安全感，你那些粉丝才说什么是什么。也不是说那个什么，因为我们俩毕竟甭管说认识多长时间，在一起的时间刚1年。你觉得时间短了是吧？时间短，应该多了解了解，多沟通沟通，哪怕说最起码2个人，然后那我要融入你的圈子，你愿意吗？互相了解一下。这个融入是个什么概念？就是比如说，好多艺人不都有经纪人呀或助理什么的，我可以把我的工作辞了，然后去帮你。可以，你来吧，那我把你教会了，咱俩就分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想再有第2次我的女朋友跟别人走了。那你觉得我跟别人一样吗？你觉得我图你什么呀？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你上一个女朋友
就是你的助理还是经纪人？属于助理吧。你觉得我图你是当助理，然后去找别的男的是吗？就是认识更多的人是吗？不是，我没说你这意思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让你涉及到这个东西。你不觉得你现在的工作生活很好吗？对呀，你不是说接触时间短吗？为了要接触更长时间，那我可以去照顾你啊。我不用你照顾。这样行不行？就是说，他做你的助理，等你们俩都了解了，决定结婚了，他再不做你的助理，他去做其他的工作，这样行吗？也不合适。怎么了呢？因为我还没达到那么需要助理的阶段呢。哦。我得带一个助理，人家会觉得你这一小演员，你就是一会说相声的，你有什么可装的，还带一助理？那你说这是我媳妇儿呗？那人家更有的说了，那指不定得说出什么来了啊。那你的打算是什么呢？多挣点钱，完了以后就说能以后把家撑起来，然后把父母都照顾好了，然后我再抓紧时间把我这个腿什么的都看好了，最起码说我身体能好好的，能去完完全全的胜任我这个作为丈夫的责任，没问题，可以结婚啊。那你估计这个规划是多长时间？你们商量过吗？没有，他只是说腿能治好。因为我们俩没有沟通过，我白天在家，然后他上班，然后等他下班了我就走了。对，几乎见不着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他5年之内不跟你结婚，你还跟他交往吗？应该会。那这不就不是问题了吗？可是他现在不同意啊。你是说要有一个承诺是吧？对。给个承诺很容易吧？什么承诺？娶她的承诺啊。做不到的东西，我不会轻易承诺。他连承诺都不敢给，那我怎么？我想问的就问到这儿了。我相信你们有一堆的问题要问他呢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范老师，你有问题吗？我想说的就是，如果你认识这个人，知道这个人本质是什么，无论他在哪儿，他就是还是一样的，不是在哪个圈子的原因。该是什么样的人还是什么样的人。你是希望他能宽心是吧？我就说你干嘛非要融入进去呢？他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时间短，然后所以想就是更多的接触，所以我才想融入他的就是圈子里边去。他实际就是要一个婚姻的承诺，他不给他。做不到的承诺我不会承诺，我也不是说不结婚，对吧？我是说多了解了解，没问题。但是呢，你想那太多了啊！你想现在好像我没有什么东西，经济能力包括各方面是吧？其实我也想说的是，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还是个战士，我结婚的时候我1个月开60块钱，有的时候就是不经过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嘛？换种思维也许会好一些啊。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相互理解、相互信任吧。男嘉宾还是挺真诚的，而且我觉得挺有责任心的。就像我拿我老公做例子吧，他们经常会这个粉丝跟他互动是非常正常的，照个照片啊或者怎么样。还有经常像他说的，就是相声演员经常喜欢就是打岔嘛，砸挂。对，就是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，经常你这老婆还是原来那个吗？就经常是这样的玩笑。我觉得应该你能起码这一点理解是应该有的。但是这个他之前是不肯承认我是他的女朋友。不承认不行，不承认不行，你得承认。对，这男人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是觉得，如果你只是说不当众把你的女朋友介绍给大家的话，没必要站在这儿。今天那肯定是你女朋友受不了了，忍受不了没有一个该有的公开身份，对不对？这个公开身份不是对公众公开啊，哪怕对朋友、对自己身边的人，我身边的人知道，都知道，这么都知道，都知道，你还闹什么呀？我现在觉得就是那个女孩是正牌，我才是第三者。她能敢公开，但是我根本就公开不了。我跟你说一事儿吧，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孩，就上个月碰到的事儿，天天在我微博上留言。因为留言大家其他的粉丝都看得见嘛，就跟我有一腿，我不认识他，你怎么办呢？使劲删，把他拉黑，他换个马甲，他上来还说，依然说怎么样，说的有鼻子有眼，发帖到处。我老婆看见了，跟我说那人谁呀？我说谁呀？我不认识啊。如果我的妻子因为这个跟我闹，说你不行，说不清楚，哇，那我就惨了，绝对鸡犬不宁。
是不是一笑了之的事儿吗？对吗？其实妹妹，我知道你为什么闹，你29了，你着急嫁人，对吧？是吧？你着急结婚了，说白了就是因为这个，核心原因是这个，不想再耗了，万一耗2年又嫁不了，嫁不出去了，改变成剩女了，对吗？你亟待一个保障，亟待一个名分，必须要把这事儿板上钉钉，因为你觉得这小伙子不错，对，是这样吧？所有闹的根源都基于此。首先，我先替刘涛说一句话。刘涛今天敢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其实已经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承认你是他的女朋友了。我给你举个我的例子，上一期有一对那个国外夫妻的那事儿，然后我说了我有老婆，马上百度上就已经在搜我的老婆是谁了。所以这个收视率可以保证，所有人你想让所有的人知道的都会知道了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想跟那个刘涛说几句哈。父辈的婚姻的失败对下一代失败的影响就会2种，一种是极度的爱情完美主义者，一种就是恐婚一族。其实你一直在说自己要事业，说明你要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人。而事业上成功只是一部分，那只是经济上的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独立与成功。而什么叫精神上的独立与成功呢？就是把你的精神当中那些你感受到儿时的那些阴影去掉，吸取它留给你的教训，然后把不好的变成好的。最后我说一点，事业和爱情我觉得是双行线。我希望你做一个有实力的男人，同时凭自己的实力去争取到自己的事业上的成功，而不是隐瞒一些不该隐瞒的事情。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一个舞台的表演工作者，如果过于的痴迷于掌声和喝彩的话，会离生活当中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。要知道，千万个粉丝的一声呐喊，不如自己老婆的一声鼓励；千万声掌声和喝彩，不如自己妻子的满腔温暖。你因为事业耽误过2次恋情，耽误过见自己母亲最后一面，你难道要因为事业再耽误一个挚爱着你的人吗？我相信你应该不想这样。而对于女方来说的是，其实爱上一个光环之下的人，就要承受普通的爱人所不能承受的一切。其实要真正掌握一个男人的话，就是要让他依赖于你，不光是生活，感情。尤其对于一个演艺工作者来说，我相信他的妻子对于他来说是定海神针。在他非常气馁的时候，遭到一些误解和嘲弄的时候，你可以给予他支撑；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，你可以冷眼旁观。这样的话，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们俩会走入幸福的殿堂。所以这一点我并不担心。解决目前的一些所谓的问题的唯一方式是给他耐心。就这样。所有人大概都在说小张啊，我听了一下，矛盾的焦点都在小张这儿呢啊，哭了啊。我只替小张说一句话：如果真的够爱他，给他一个承诺又有什么？你只是要一声承诺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要一个承诺嘛。刘涛自己考虑考虑，是不是真的说我连那个承诺都没有勇气给？或者是爱的还不够，想好之后，你们俩可以互相的表白了。让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今天说了这么多，刚才老师也提到了，我因为工作失去了看见我妈最后一眼的机会。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再给我几年时间，最多3年，好吗？我可以等。既然咱们俩那么不容易在一起，坚持了10年以后又见面了，咱们俩在一起就是缘分。我给这个机会，然后我也会去改我的问题，因为你的身体不好，我希望去用我的能力来照顾你。没有了。谢谢2位哈，进去吧，做一个选择吧。
两位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回，请回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不回了？你不回的意思是等他出是吗？他出来你就跟他订婚？那你要跟他订婚吗？我要。那还他行了，来吧。小花瓶呢？快！啊，来拿戒指。谢谢你们俩。谢谢。来，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礼盒，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浪漫而神圣的时刻。就那么着吧。好吧。拿话筒。我说完了。什么完了？他同意了。同意什么了？我说就那么着吧。他说行。就那么着了？你给我说说，这是暗语，谁给翻译一下？心领神会了，他俩。人家都明白了，你还问那么多干嘛？我不是笨吗？反应慢，好好照顾他，很不容易。哎，你亲他一下，我看。这粉丝看到以后，这就真的了。对。